大家好啊，今天有个很大的但是又很让人很难受的，看着真的是不太舒服的新闻，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中文的时政评论的博主，以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叫王志安，他呢发生了一个事情，他的前妻呢直播控诉他呢又比较言辞应该说不太 nice 让他说滚，然后还打电话报警，粗鲁吗？是。王太也在这个他很气愤那这个事情发酵的很大，我们也讨论了2天一直在不同的观点在争吵，到现在还没有统一下来。那么好，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在你的生命目标就这些大的目标当中工作个人、孩子、事业、社会支持、社会事业什么家庭这么多里边，你怎么排序？到底前1、2、3是什么王太你可以说一下吗？我第1名是自己咯。第2名可能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就是被你归类到叫家庭幸福吧。好，第3有吗？第3 OK 我觉得可能是我爸妈吧。OK 应该是上一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好，那我跟王太的排序其实是差不多的。第1名是自己第2名是家庭幸福。这个家庭幸福呢，我们又重点是把夫妻关系排在第1名，把亲子关系就跟小孩的关系排在第2名。我们都有过这样排序，但是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因为我没讲第3那么我们以前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幸福真的很重要，看似一个非常直觉的话题但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么想。开始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频道的使命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你看，我们就把这个幸福2个字放在自己追求的很前面。对，而且我觉得来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更加多的是我昨天思考王志安跟他前妻的这个礼听的事件之后，我想到我们追求其实是表里如一的幸福。好，这个讲得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快跟大家讲这个事件以及我们是怎样看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谈详谈。第2个部分呢，就讲为什么说家庭幸福对中国人很重要。难道原先不是这样的吗？难道有些人不是这样选的吗？第3个就是王太刚才说的，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表里如一如何追求表里如一以及个人，我没有结婚我这个离婚了，你会说那怎么选？好，还是你在评论区赶快告诉我们一下你怎么排序的，讲理由好不好？或者其他种族主义是怎么排序的，我们都特别想知道。那么现在就进入第1个部分来讲这一个事件。其实这一个事件呢，我们要引申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要讲家庭。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们2个人自己的私人领域的，没有任何公共价值的一个事件，就这个事件本身。而且呢，一方直播发生了，非常非常气愤，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说，所以我们觉得得不到完全的完整的事实。在考虑李听，就他的前妻呢，其实也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的。我们有很多他看待事件到底真实是怎么样，别人是怎样来回应的，还拿不到所以呢，我想这个讨论不宜叫太马上就是说什么问题去进行指责，这个呢我觉得不行不要变成这样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好，今天王太待会儿也会适时就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我们频道讲的就是真实的个人的感受嘛都是可以的很多观众朋友其实不知道这个真实以前中国的情况但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说，你看就是因为文革，好像文革很多人都知道。那我告诉大家，文革最重要的毒孽余毒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一个放大，然后呢发现一个人有任何道德问题，就是痛打落水狗这个如果你看到有什么频道是这样做的，那这个真的非常令人不齿不屑。而且我觉得不是单文革，因为文革之前我们经历建国之后的一系列事情才有了文革，所以我们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化。对，这个是中国人身上的一些毒素对，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也想要借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要讨论，我们马上就进入第2趴，讲一讲为什么讲
家庭幸福很重要，这事儿真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就从这个自己身上开始好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家庭父母到我们自己好像也是有不完全是这样的，对吧？你好像以前有分享过，你父母是一个工作狂啊，是这样吗？我觉得就是从王志安跟李听的事件上面，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他们符合我们传统人所说的就是事业成功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你是可以抛弃家庭幸福，或者说家庭幸福、三观一致，然后和睦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并不是你追逐的这个首要目的。就你完全可以做到家庭千疮百孔，但是你是风光无限的职场风云人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点，我是心里特别难受的。是，尤其我对这个李听，我有更多的这个同情，因为我觉得他在中国取得的这个成就是王志安以前远远没有达到的。就是他为了这个婚姻，你看现在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很多人指责他是怨妇，或者说是就是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的一个精神失常的这个行为，我是不认同的是这个也是王太对事件的评论嘛，就是作为对刚才第一趴的补充。那么他也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大家可能不了解，在中国人看起来，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看，哎呀，你看你事业很成功，你社会地位很高或者你在商业上赚到很多钱，因此我怎么样，我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因为金钱至上嘛。那么同时呢，我对你有个假想，就是我们都说家庭也很重要的，所以你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很幸福很完美。谁知道你揭开来一看呢，其实经不起细看，这里边呢是一地鸡毛。这说明这个不是假想，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推定的是都是这样推定的人背后他的家庭他是都很成功，没有是不成功的。我爸我妈，我从小看到我爸我妈就是属于工作狂人嘛，两个人经常在家其实是没有共同语言，除了工作之外所以经常是两个人对吵对骂，甚至有时候动手之后，突然之间家里电话响了，我爹妈拎起电话可以立刻转换成非常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工作语调和人开始谈工作。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职场能力，就是两面派。我觉得我们长期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那就说明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接受的。我的社会成功，工作成功，对吧？我这个积累财富更快，他会觉得那远比家庭重要，更加来的家庭幸福要来的重要。是啊，对吧？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啊，而且你会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很传统的职场思维，就是如果一个人经常因为什么要接孩子要回家照顾妈妈呀，什么家里要吃团圆饭不来开会或者不出席某一些活动，你会觉得他是家庭观念太重，然后这个或者说是女性如果是未婚的进入这个公司，你会对他推定说他要去生孩子的，我不能给他一个什么很好的培养，不给他一个晋升机会。我们是把有家庭观念当成一个职场上的减分项在对待的呀。可能你道出了真实的不堪的一个现象。对，我们为了要强装在这个事业上面，我要奋进，塑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形象，我们变成了刀枪不入的女强人、男强人。但实际上，我们是时间久了，这个角色扮演久了，我们回来都做不了一个真实的家庭成员。那享受家庭生活了。是的，那么其实隐隐约约骨子里，或者说从人性吧。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已经成家的人，大家都是很追求这个家庭幸福的，因为你和人相处，如果你从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之中得不到解脱，得不到安慰，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难受的。那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我很享受我明确的就是把赚钱事业放在第一。你看我不太去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他们两个选择，从这个事件当中你就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个男主人他一定也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梦想、新闻、理想要去发挥，他把事业放到第一，所以他到了家地方，他要去离婚，这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不能比方说去一个像大马，就好好的去过生活呢？至少没有这样选吧。这不是必须像，就是对大部分来说的话，为了工作成功、事业成功，家庭是可以抛弃的。我就想到以前我们我前东家，我是属于那个亚洲北亚区的这个 leadership team。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开完正式的会议当中，我们就闲谈，几乎是老板问我们，就说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你怎么来评价？我发现我们8个 leadership team 里面的人，只有我一个人，
跟他说，我觉得我老公是我最好的这个朋友，也是我事业上的合伙人。哦哟，富哟！其他的这我完全非常出乎意料，因为他们非常能干，有的是销售的、物流的主你都不知道，你没想到是吧？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所谓的事业家庭双丰收的这些女性，还有一些这个男性，这样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个样子，我真的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哎，你看哦，这其实有一种精神分裂，就我们会觉得成功的人应该能够把什么都处好，但是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又明确的会把家庭把它往后踩、往后放都没有关系，而社会也又眼睛一转，觉得你的事业成功就 OK， 对吧？大家从我们的这里面能够看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们也可以来评论讨论，我们没有能力展开很多，那个一定是王太以前的，因为后来你看，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自己也发生问题，就我们来大马前，就在我们决定来大马前的那一年，我们就有很严重的家庭危机，对吧？我们冷战了2-3个月的时间，几乎就是同住一房，但是互相都看不到，白天我们不要看到他，晚上呢也快快的躲进自己的房子里面，又不能2个人同时去照顾小孩子，哎呀，这个事情很难受那也变成我们重新要家庭要修复要到大马的原因我跟你这个感觉正好不一样，你会觉得难受，你不是那时候还男生号称去抽烟了嘛？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下子觉得超轻松，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脱离开了这个家庭生活之后，你完全所有的时间你都用来这个工作，然后工作上面又特别一帆风顺，就是你会发现说，哎，我好像不需要家庭生活，不需要 soul 了，不需要 soul mate 就以前这种就是家庭没有了，然后老公这种事业上顾不了，然后我要去照看小孩然后还要尽一些对上一辈的这种孝顺的义务，我会发现说这种事情真的是太，我真的一点都不享受，然后没有这一趴我好像过得更好，我产生这样的错觉。那你很好，你为什么又把它称之为错觉？我想一定要把时间延长线都往前拖到我们来了大马，修复了家庭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知道我要叫 reborn 吗？因为我们整个家庭我们自己都有重新生长的过程。那么现在来看，你为什么觉得当时叫错觉？当时的错觉我可能是因为就是家庭从小的这种影响，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天赋，你可以分离就是工作和家庭生活。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没有看到过好的家庭生活。明白你的意思。对，因为一代一代都树立了 example， 改变扭曲了你的这个价值观。是，而且当时你工作特别忙，所以我总是觉得，因为我们是有个转变的，一开始孩子生出来之后，你还是非常多的去承担这个喂养小孩半夜里面，因为以前我休产假的时候，你是半夜里面，就你工作完了之后，你还是半夜通宵的要照顾孩子嘛，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忙起来之后，你好像平时周一到周六只有大概周天一天的时间，你是在喂孩子的。然后就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会承担更多的这个教养职责，再加上学校里面我又做了很多 homeschooling 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一下子就会觉得说，好像家庭生活失去了所谓的美满，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的幸福感。然后一下子没有家庭生活，我反而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时光，我有这个 me time，我好像状态越来越好，就产生了错觉，就是家庭生活是冗余的 redundant。你看这个很有趣这个在跟王太聊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不单单受到社会环境我们的 peer 的影响，受到父母给我们价值观的扭曲，就是在两人关系之中也会因此而被扭曲，把另外一个人推得更远，往我们不想要他去的，我们自己不欣赏的这个方向推得更远。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案例。那说完别人，你看我们身边以前同事也是你知道吗？像我们在上海有办公室，在上海办公室里面的同事，有可能在他家乡小孩子刚刚出生了，那他1年才回去几次，1次都有，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回去，或者平时很少回去，一直在忙，这样都有在几个美国的同事，从那一年疫情开始到了上海，整个1年回不去然后后面也是很少回家，1年就回几次而已，有2个小孩在美国整个家庭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你说这个回到家里他真的会很开心很享受吗？如果是一个人状态我可以认可，但他已经有家庭的话，那他面临的又是一个怎样支离破碎的家庭。虽然大家都是小人物，但你这跟我们开头的案例比一比，也是把事业放到第一位，但是你把他生活揭开来看，也是一地鸡毛这个我可以想象真的没，你看要把家庭幸福，我们今天讲的
摆到很重要的位置，这个多难啊！那我们就进入第3个部分吧。王太讲的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定就是要想说，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你怎么样做呢？对不对？你来说说看吧，你的想法是什么呀？表里一致啊，就是现在可能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是这种装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演技也对。但我是 honest， 我这刚刚是开玩笑，我觉得我衷心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他长期活在说你在一方面工作上面你是超成功的，你能够笑傲江湖啊，但是你另外一面你是要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家庭关系，这个是很精神分裂的，这个是不长久的，就是真的很让人怀疑人生的，对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享受这种非常相互撕扯的是南辕北辙的这个所谓的角色扮演，我做不到。就上了年纪之后，你会觉得说我人就应该真实，我怎么能够对外面呈现出我最好的一面，然后把我最不堪的、最劳累的这一面呈现给我自己的家人，对吧？对，我自己的骨肉。所以有些人说，人是他社会关系的总和。阿德勒也讲，人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烦恼。那我们最大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就是和父母的关系，和先生太太的亲密关系，和小孩的亲子关系。这个处不好，应该就是你居然选择婚姻，应该是父母小孩不应该是配偶小孩，然后再是父母。对，那么你还要把它给处理好，才能获得完整的真正的一个幸福。我们也不想教化谁，因为如果一个人你离婚了或者没有结婚，我们也觉得一个人照样要把自己过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以后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讲这个表里如一，我在讲的另外一层意思，就它实际上是有实操性的，是可以做到的，即便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不要误会，不是说我在说哎呀你看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扭曲的，就是因为这些他生活中所有的已经有的压力让他变得扭曲了，包括这个社会现实。可是呢又是可以改变，你看我们自己就是案例，是可以改变，更下决心嘛，是可以做到的。我记得一开始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也担心啊，因为要两地跑还是工作的状态，经常因为你早上7点多就出门走了嘛，孩子当时我们还是需要步行去学校，要步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个早上8点多的时候，8点多正好是我要跟美国同事开会的时候，然后他放学的4点多又是我要跟欧洲开会的时候，经常就是我只是接着他，然后我就是手机上面就开着电话会议走回去，我一点都不享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属于我孩子的时间，但是我怎么会这么 timid， 怎么会这么胆怯，我不敢跟人家 repropose 一个合适的时间，你知道吗？小孩也不开心啊，对吧？我是完全没有家庭观念，那个时候就是人家定的这个时间，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的很多的外国同事，尤其是欧洲跟这个美国的同事，就是时间不，他会直接告诉你，不行，这时间我要送女儿去上课，他会用这种理由去拒绝你，所以他是坦然的家庭第一，对吧？对啊，这个叫言行一致。其实王太讲了很多层，我觉得都很有道理。你看，首先我们自己的案例，这么大的压力怎么办？那你就换一种生活方式，比方说你换一个低成本的，你可以养活自己，你可以让一家人还是在一起的方式到大吧。比如说我们决定有1到2年的 gap year， 我们也做到了，啥事没做就吃老本，坐吃山空。很多人讲你靠什么生活，我说我就是坐吃山空，有那么点积蓄是，但是你说真的像有些人讲财富自由啦，你就完全不用想，没有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观察一下，难道真的一定要通过每天上班打卡的工作这个方式才能够养活自己吗？我觉得你说你这个就是前2天有一个观众朋友我们这叫有病病得不轻，你知道吗？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病是一种好病，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停歇下来，按一个完全的暂停键，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去全然的享受这个家庭生活。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全然的就是 full time 的去享受什么是家庭生活，对，重建一个家庭生活。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家庭生活这2年对我的滋养，我竟然从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凡事就是明天天要塌下来了，特别是我搞法律的人就是这样。我现在竟然觉得说，哪怕明天有什么很动荡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这2年给我的就是底气，我就是所谓的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有这种乐观，你知道吗？这2年滋养出来的乐观的情绪，就是家庭给我的。好，我本来记住3个，我现在只记住1条了。那这样的实践其实也包括说，我们后来就干脆完全辞职，我们重新看待了工作和我们的关系，我们重新想如何自己去创建一份事业，在新的土地上
其实非常好玩，你也可以说非常需要勇气，你也可以说，但是呢，它也非常有乐趣，真的是要实现家庭幸福的过程中，还给家庭去谋幸福。我们就当真人秀吧，也就是抄大马人的作业，因为我们加入了 SME，就是对吧？大马人人人皆老板。对，我们抄作业的。我们这实际让大家看到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切断了，来了，辞职了，开始创业。其实真的，我们鼓励大家言行一致，因为你可以做到，你行的啊！我们要给你这样的一个勇气。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那么最后呢，我想要补充一下，我们也不要忽略其实在他们两个事情当中，除了一方没有回应，另外呢，这个女主人她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值得同情。但他们面对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忧郁症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自身不是像你想象的说，你不要去想就好了，你控制下就好了，这个很难的。有可能王太一个观点是对的，就是像男主人他的这种情况他甚至于可能都不要去结婚，不要生小孩，比较适合他，因为他真的是事业对他太重要了，像生命一样重要，是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追求他的理想，对吧？对，我认为他就在铁链女的这些评价上面，我认为他是一个缺乏女性思维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去祸害另一个女性啊！而且这个直播，你直播出来的画面是之惨烈他用词然后行为之粗鲁你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在加重一个抑郁症病人的应激反应他没有做到一个灭火，他完全不像他节目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这是很可惜的。但是会不会既然已经直播了，他的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他不通过任何手段掐断这个直播，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对啊，会有更不愿意被说的，或者对他女朋友怎么样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尽一切方式把直播给掐断了，不得不的一个选择。这个是我们还不知情的，但是王太讲了对女性的一个同情和对忧郁症患者的同情，我也很理解。那么他去祸害了一个女性之后，又祸害第二个女性，第二个女性的未来会不会就是第一个女性的今天呢？这我们就不知道，我不做猜测，我们节目不做猜测的，好吧？但是王太对女性的千百般的同情，我们是可以看得到。那么还是欢迎大家来讨论OK，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是非常非常无辜的，他既没有忧郁症，他也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在哪里生活，他连照顾自己都不能全然的做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评论，我们可以引申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去讲一些有公共价值的事件。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人在做评论的时候，我也倡导不要去伤害到他们个人，这样对小孩造成的次生的伤害是无穷的。我觉得小孩太可怜了。对，肯定是目睹父母这样的争吵，还有包括后来事情上升到这个警局去，小孩还去警局待了很长，甚至在警局里面还睡觉了嘛。这真是太大了，这个心灵创伤。那是 OK。那我们祝愿所有的人都是获得家庭幸福，让他变成自己人生幸福的一部分当然你是一个人过，我也很欣赏我们一直说把自己放在第一，但这个未来和大家分享。好，那要幸福还有一点就是要吃得好所以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看一看做客。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拜拜。